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Bronson。今儿个早点再吃点嘛呢？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津的老豆腐和嘎巴菜。大家现在看见的这是天津的老豆腐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豆腐脑。豆腐脑呢，在南方呢大多都是做成甜味的，但是在天津呢是做成咸味的。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个豆腐脑的制作过程。首先呢，打开我的弹药库，拿出黄豆。今天我做的这些豆腐脑呢，大约需要125克黄豆。把这些黄豆呢泡在水里，浸泡4个小时以上。滤去水分以后呢，放在打碎机里，再加入1200克的水，把它打碎成为生豆浆。我在这里呢用的是聪明机打碎和加热，但是你如果没有的话呢，用普通的打碎机和普通的锅加热也没问题。这就是打碎好的生豆浆。把这些生豆浆呢过滤呢需要过滤2次，先用筛子过滤一遍之后呢，再用细纱布或者是笼屉布再过滤一次。过滤好的生豆浆呢，倒回到聪明锅里或者到一个普通的锅里煮30分钟。一定要煮够时间，并且注意不要煮沸了。现在在市场上非常容易能找到这种葡萄糖酸内酯，在一般的华人超市呢，或者是各大网站上都有出售。煮开的豆浆呢，静置一会儿就可以开始点豆腐了。点豆腐时候呢，豆浆的最佳温度在87度左右。这个温度呢，在没有温度计的时候，可能你会觉得没有太大把握，但其实呢非常容易，只不过就在开锅关火静置1-2分钟之后，大约呢就是这个温度了。之后呢盖上保鲜膜，大约过15分钟左右就能凝固成豆腐了。为了让我这天津老豆腐显得好吃呢，我特地煮了一些鸡骨汤。另外呢，做天津的老豆腐还要泡一些黑木耳、猪肉、香菇和花菜。把这些材料呢都切成小块，在锅里呢放一些大料和一些桂皮，稍微煎一下。到了能闻到香味的时候呢，放进猪肉，稍微翻炒一下，然后放入香菇、木耳、花菜，继续翻炒，然后就可以加水，再加入刚才煮好的鸡汤。如果有的人觉得煮鸡汤太麻烦呢，其实市场上也有这种现成的鸡汤，效果也很不错。开锅后呢，淋上一点酱油，再笼上一些团粉，倒在锅里，这老豆腐的卤就做成了。下面我们再看看点好的豆腐，这次点得非常成功。说起这豆腐脑来呢，一直就有这个所谓的豆腐脑的甜咸大战、南北大战、冷热大战。各个地方的人们呢吃法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今天做的这个东西呢叫天津老豆腐。天津老豆腐呢，风味非常独特，特点是非常好吃。盛好了之后呢，再淋上芝麻酱和蒜泥水。在天津的时候呢，我还会再加上一些韭菜花和腐乳。其实呢，豆腐花怎么做都好吃，或冷或热，放入冰糖，放入蜂蜜，放入白糖、黄糖、浆叶桂花、姜汁花生、柠檬粉圆等等，都很好吃。天津老豆腐是吃热的，吃咸的，确实很独特。它散发了一种特殊的味道，一口吃下去，我们就回到了天津味。下面呢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津嘎巴菜的做法。首先呢，就摊这个煎饼，就是锅巴。它所需要的杂粮的比例呢，和摊那个天津的煎饼果子是一样的。区别是这种煎饼呢，不用放鸡蛋。具体的做法呢，大家可以参考我天津煎饼果的制作方法的那个视频。这种嘎巴也就是锅巴，晾凉了之后呢，略显酥脆，然后慢慢把它切成小块，抓一些放在碗里。它所需要的汤汁呢，我们天津人管它叫卤，是和老豆腐的卤是一样的，也要淋上芝麻酱等那些配料，另外再加一点辣椒酱，味道好极了。好家伙，来一碗豆腐脑，一碗嘎巴菜，再来一套煎饼果子，倍儿好倍儿棒倍儿哏儿你了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